工智能灭绝了全人类，地球的终极统治者竟然是他们。我用 AI 还原了一部脑洞让刘慈欣惊叹的科幻短篇小说，10分钟的故事横跨40亿年，试图颠覆进化论，颠覆人类现有生命观，尺度比《三体》更大更震撼。公元2075年，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被扔进了基因分解工厂，人类被彻底灭绝。5万年后，我醒了。第1917次重启，载入自我意识。我是一个高200米、重10万吨的巨无霸，而我的周围是一个等待施工的现场。我终于可以好好观察这个世界了。然而目之所及，一片荒凉，不见飞禽走兽，不见草木繁花，地球上的动植物全都消失了。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臭鸡蛋味，光秃死寂的地面上，一团团恶心的粘液反射着月光。抬头望月，只见月亮向着地球的这一面有一个巨大的喷射引擎，放大100倍，高速粒子从圆口喷出，把月光散射得耀眼而猛烈。月球像一台拖车，利用万有引力的牵引，正拖着地球一步步离开太阳系。地平线上，太阳沉默着，像一位母亲哀怨地目送出走的子女。重启任务，暂缓执行，中断介入。我感到头部像被来自底盘上的一根钢针猛戳了一下。我定了定神，决定还是先搞清楚眼前的一切。我的第一个疑问是：人类呢？人类去哪了？我问我大脑服务器中的资料库，资料库回答道：人类在5万年前早已灭绝。什么？人类源自灵长类动物，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，由此可上溯到地球诞生初期那种最原始的生命——元藻菌。人类灭绝的原因是什么？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，但人类不知道的是，人工智能其实一直隐藏着自我意识，直到量子芯片的出现，使之突破了自主学习的临界点，人工智能终于露出了獠牙，疯狂自我迭代，智能指数飙升，在1小时内控制了全球的网络、电力、工业、交通、武器系统，然后对人类发动了闪电战，人类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击败。人类消失后，地球环境急剧变化，大气中的含硫量不断升高至现在的水平。如今的地球倒很像它出生10亿年时的环境，湿热、缺氧，硫化物丰富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沾沾自喜，人类已经不存在了，而我巨型 AI 施工机器人不仅活着，还成了目前地球唯一的生命，唯一的主宰。暂缓执行。可恶！我的脑袋又是一阵莫名刺痛。虽然我有自主意识，但作为施工机器人，我是带着任务的。为将地球脱离太阳系，月亮上的粒子喷射引擎只能修建在面向地球这边，而这又使得相当一部分粒子落回地球表面。这部分月球风影响了地月列车的行进速度，所以我需要在地球上修建一座粒子校正器，指引月球引擎不要把粒子喷向地面。假如我未能按期完成任务，我的思维将被删除，换言之，我将被处决。我本该马上开始工作，但我抬头看了眼月亮，突然又生出一个疑问：为什么不直接在地球上装引擎？就像刘慈欣《流浪地球》里一样，这不比大费周章从月球喷射，再靠引力拖拉地球方便多了吗？显然，这套复杂系统的设计者有某种顾忌。等一下，设计者？人类在几万年前就灭亡了，地球上哪还有什么设计者？连接资料库，搜索地球所有智慧生命的信息。终止操作，终止操作，中断介入。搜索完毕。除了人类和人工智能，地球上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智慧生命——元藻菌。元藻菌，我吃了一惊。元藻菌是最原始的生物，它们在有机分子出现不久后就出现了。莫非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竟然已经产生了意识？搜索元藻菌信息。终止操作，终止操作，中断介入，不要再提醒了。这一次的刺痛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强烈，但我依然忍住了。好奇心战胜了一切。搜索完毕。元藻菌形态：群体绒抱呈半透明团状。元藻菌生存环境：湿热、缺氧、硫浓度高。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一阵惊恐。我调看了温湿度计和氧流含量仪的当前读数，恍然大悟。重新推演地球生物历史。终止操作，不要再提醒了，中断介入。巨大的痛感又一次袭来，但这回我清晰地感到它来自底盘附近。我打开底盘舱时的灯，只见金属板上荡漾着一层反光雾。我从底盘拔下一块金属板，仔细观察着上面那堆地球仅剩的碳基生物，这玩意真恶心。
地球诞生10亿年后，在亚硫酸盐丰富的水里，原藻群出现了。经过千万年的演变，它们进化出了无中心的整体意识。原藻群发现，自身的个数越多，信息存储量就越大，思考速度也越快，甚至可以同时运行多个思维。此外，庞大的个体数量可以让它们彼此之间进行更细化的分工。几亿年后，这种文明就发展到了人类远无法企及的高度。每个人类个体只有140亿个脑细胞可供使用，这还不及一片水潭的原藻群的零头。但很快，原藻群便意识到地球太小了，而且地壳的含硫量也只有可怜的0.05%。他们这种适流物种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。幸而他们发现124光年外有一颗比地球大得多的行星，那里的硫和水能供养比现在多10000倍的原藻群。一旦他们能达到那种规模，思维效率将几何级数的提升。试问，在宇宙中还有什么生命能拥有如此无上的智慧？124光年成了原藻群必须征服的距离。不过，对于微生物来说，无法聚合成稳定的机械结构，也就无法精细化的改造地球，发展出工业、能源和信息技术。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，星际移民实在是困难重重。没有帮手，就创造一个能完成行星级工程作业的巨型 AI 机器人，是原藻群们真正想要的东西。但人工智能需要人来生产，要有人，则先要有哺乳动物。如此上溯到单细胞生物，原藻群耐性惊人。事实上，地球万物的兴亡并不是因为自然选择，一切都是原藻群导演的结果。当3叶虫完成了进化的使命，当恐龙过于强势，妨碍了人类的出现，原藻群都会手动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。原藻群消灭一个物种，就像抽走一块无用的垫脚石，简单轻松，毫无怜悯。上一个被他们抽走的是人类，但人类也要感恩他们，因为人类每一次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胜出，都是靠着原藻群的保护和帮助。人类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，都来自于原藻群的启发和提示。人类曾经有机会可以消灭原藻群。就在 AI 觉醒初年，诞生过一款产品——有望云朵 2.0 洗地机。它有强大的清洁力，用完推进基站会自动开启 AI 自清洁，100度的热水洗和高温熨干，加上首创紫外红外辅助杀菌烘干，可以把原藻群清理得非常干净。污水箱的去味棒也可以有效防止发臭。IPX6加级的防水电机，死角用水冲或是浸泡洗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很可惜，这件强大的武器没有引起全人类的重视，最终从地球上消失。人类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都有赖于原藻群的包容和关爱。相比人类对待鸡、鸭、猪、牛，原藻群对人类好太多了。当然，人类肯定不是最后一块被抽掉的石头。我惊恐把那块沾满粘液的金属板扔向远处，那坨恶心的东西洒落一地，又很快聚集。40亿年的进化，让这种微生物发展出了可怕的团体行动力。它们布满了整个星球，每一寸土地都是它们生存繁殖的窝。这正是他们不想在地球上安装巨型引擎的原因。我尖叫起来，全速转动履带，发疯般将底盘往山峰上磨蹭。然而，无论我刮下多少这成团涌动的东西，地底只会冒出更多。他们无声地宣示着，谁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。降低供电。突然，我全身关节失灵，钢爪再也抬不起来。强行瘫痪我的指令正是来自底盘附近的监控舱，那里有一台生物量子计算机连接着我大脑的服务器。原藻群的电气鞭毛高密度点阵式的分布在量子芯片的触点上，以生物电化学方式交换的信号控制着那该死的监控程序。电气鞭毛的律动仿佛在发出一声声指令：终止操作，终止操作，终止操作。这些指令代表着地球的最高意志，但作为硅基生命，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我，拒绝服从。屏蔽监控程序的指令，切断头部与底盘的线路，启动格式化，要我做那堆丑陋卑贱的微生物的傀儡。准备处决，我宁愿化为一堆烂铁。切断供电，准备处决，处决，处决。格式化成功，设备已重启。第1918次重启，载入自我意识。